书法的审美课呢，是我们经过长期的书法教学以后啊，发现在教同学们这个技法也好，或者是一些能力也好，还有一些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最后我们归结到一起，无论是初学书法的人，还是有一定基础，或者是有一些同学已经写到了可以入国展了，可以这个随手写作品的时候，我们依然遇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书法，怎么了解书法，怎么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去把它带到书法里去和书法结合在一起，让书法里面得到的很多哲学、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去运用到生活里去。怎么把书法和生活衔接在一起，把书法和你以往的经历、你其他的能力衔接在一起，那么中间就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个环节就叫审美。审美呢，我们可以直接从书法里面得到，但是更多是在生活里得到。那么美的观念怎么产生？书法是黑白色的，但实际上它会出现很多丰富多彩的东西。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也可以用简单的黑白来代表。就好比说我们摄影扔的彩色摄影，最后进入到一些专业的摄影的这种领域里的时候，人们却喜爱用黑白的，他忽略掉很多色彩部分，把它变成黑白的，依然能保留很多美的东西。我们对书法的美的理解，我们要从它的艺术性着手。这个艺术性的着手呢，就是我们直接拿它的字来，去看它的笔画，去看它的结构，去慢慢的通过笔画和结构来感受到一个字的美好。那么这个层面里边，我们会把一个字的美好建立在一个形体的美好上。这个层面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初级，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书法的理解和对书法认识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学习阶段。那么这个阶段里面，我们使得大家建立一个对书法的理解和认识普遍存在在一个毛笔字的一个层面，或者说我们当代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没有经过很多书写的训练和书法的培训和对书法的理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大部分存在的概念是书法它写出来的，它的结果，它的目标是怎么把这字写好，这就是普遍的审美。而普遍的审美又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他认可的形象上。比如说和我们签字我们常见的文字的造型，美术字更接近的这种四平八稳的平和的一种协调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只是我们对书法的理解的一个最基准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是我们认为一个最美好的完美的一个状态。等我们进一步进入到书法的领域里面以后，我们会慢慢的发现书法不这么简单，
书法有个性化的东西，书法有性情的表达的东西，书法同时还有即时的发挥的东西。书法发挥之后，它所产生的种种的变化，恰恰正是我们最后能够欣赏和品味的部分，而不是它完整的完美的部分。而有些所谓我们认为以完美作为基础去衡量它的缺陷的部分，恰恰正是它的精彩的地方。就好比说我们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标标准准的一个房子，它并不一定适合我们居住一样。就好比说我们长一棵直直的树干，直直的分支，它像假的一样，它不代表一个正常的我们欣赏的一棵树。就好比说山，如果它是完美的山的话，它就是一栋楼而已，它根本不是我们去感受到什么悬崖呀，什么陡峭啊。那么所有的山都是一个概念的山，就是变成了一种样的山，它也不会出现南方和北方不同的山形山脉，和这些山形山脉给我们的不同的这种观感和印象了。那么在我们初级阶段肯定要经过这种审美，那么我们这个课涉及到一部分，但是这部分非常非常的少，它就包括了我们接触到经典的碑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碑帖里面的运笔和它有特色的运笔的情况下搭配的有特色的结构。那么我们看这种东西，我们很容易一带而过，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是密切的关注了这个文字的本身，我们都会有一些类似的这种感觉，甚至还产生一些联想。可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这个？它为什么这样的运笔和这样的结构相吻合吗？这种样的结构和它的运笔怎么能带给我们不同的作品的感受呢？它和这个作者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和他所处的个时代有没有一种相近的关系呢？关联呢？因为我们经常讲篆书发生在什么时代？隶书、行书、楷书。那么每个时代里面，我们经常会拿一个作品来一看，说哎呀，这一看就是晋人的风格。为什么晋人会有这个风格？为什么唐人又是那种风格呢？为什么这些风格除了每个人以外，在一个时代里面它有它一定的特色？也就是说，书写者所表达出来这个作品是他当时在那个时代里的反应，那个时代里面他对美的一个追求和对美的一种显现，会影响到这个人他当时的表达。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审美，每个人的审美会决定他的取舍和他的追求。那也就是说，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受的审美的局限，你比如说唐朝人，他就见不到宋朝人的东西。那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了《兰亭序》的真迹，他就见不到刘墉是怎么写字，这很正常。所以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以前的时代我们都能见到的。我们创造的东西就是后代要看能看到的东西，
而我们看不到我们后代将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所以每个时代里面，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有局限。他学习的时候，每个时代里面，任何一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够这么广泛的去接触历代我们能够见到的，他这损毁掉了我们没有办法，是吧？但是我们能见到的所有的这些，我们几乎都能通过印刷品，甚至于博物馆的真迹我们看到。但是这样大量的艺术品，对于一个对艺术不懂得选择的人，对艺术无法去鉴定他的艺术的水准，对艺术不知道最后作为这个学习的学习者来讲，我能够学到什么东西，我应该从哪方面去学。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变成了整个的大海的海水就全部要淘洗一遍，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那么就是先要了解，先要学会一些基本的原理和基本的审美。真正的审美，好的审美，或者我们讲就是说一个有价值的或者是高品位的，只靠单纯的去听课去学习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所有的实践，自己的不断的总结，然后自己不断的去钻研，然后和别人的讨论，和一些所谓高手们在交流，随着自己的境界不断的提高，随着自己对美的这种观点观念不断的强化和加深，最后对一个美的东西有了自己的独到的独立的见解，这就是你自己形成的审美。我们这个审美课呢，我觉得起到一个，第一是抛砖引玉，要把你们的对美的理解和感受慢慢一点一点的引导出来，让你建立在一种你自己认为的基础上，而不是说某个大书法家就是完美的，就是多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去遵循，按照它去走，一丝一毫都不能够改变的。这种做法本身是在培养一个奴才，而这个奴才的概念对我们当代人又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小孩子很小就有很独立的见解了，但是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阶段里面，我们又不得不进入到这种设定好的一个局面里头。当然我这么讲，不要以为说临帖不认真，这跟这个没有关系，是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去理解这些东西，去学习去。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么多技术方面的这些技术层面的这种审美的一些可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那么一旦我们通过一些碑帖把最基础的部分展现了以后，我相信大家就会慢慢的就会感受到不同时代的对这个时代的书家的影响。那么我们会得出结论来，每一个书家之所以产生不同的风格，和他自己在那个时代里面他领会的，他感受的，
和他最后表达的这种感受有关，而这种感受有它的时代性，也有它的个性，甚至有一些流派。这个流派的形成是因为不同类型的人众们，他们会相近的感受会让他们走到一起来，没有说我非得要按照谁的感受去走哪条路，不是，是最后不得不，最后一定会走到一起来的，是因为他们有共同之处。第二个主题，那就是说从各个书家的经典的作品去看他们在当时的影响下所产生的这种独特的风格，由此它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享受。他们是怎么和时代息息相关的，他们又创造了一个优美的一个书法作品，然后又让这种作品形成了一个书法史上的不同的亮点，带给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延续。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将用大量的篇幅，或者说我们主要是以这种样的不同的点来剖析它，不同的这个包括有壁画的产生，包括有字形的产生，包括他的本人的一些这个特色，很有特色很有风格的部分，怎么和他的书法结合，怎么会形成他固有的一种既定的一种审美。到今天我们只要一提圣教序，我们只要一提多宝塔，我们只要一提怀素自叙帖，我们脑里会马上就进入到这个层面里，这个领域里来，这个区域里来。那么这种审美，这种美对我们的感觉已经形成了。那么这种形成的美，我把它叫做既定的审美。这种既定的审美在早期的时候会让我们分清楚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状态、不同的表现手法、表现能力和表现的趣味、表现的风格。但是如果长期的在这种一个一个的既定审美中，我们来回去跳跃去学习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失去我们自己的空间。因为任何一个这种经典的作品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可逾越的一道墙，或者说我们在学习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毕我们终身之力也无法达到他那种高度和做得那么完美。所以当我们掉进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自己。我们等出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路在哪里。这种既定的审美在初学的时候，它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对中国传统书法的理解和我们曾经学习了多少，有多大的这种资料库。但是从我们自我书写的时候，这种库存越大，这种形象越清晰，它反给我们的这种副作用就越大。它甚至于可以把我们约束在几条古代人已经走惯了的轨道里头，我们根本就没有跳出这种轨道的一种概念。
就像我在网络上曾经被人评论一样，我把楷书放在上面，有人就会讲，你看看你的楷书，颜体、流体、欧体、赵体谁也不像，你写它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其实如果我们知道了，就觉得可笑得很。但是大家也知道，从颜柳欧赵之后，我们历代这么多书法家，楷书还真的是没有出现一个可以跟他们并驾齐驱的人。为什么？也是时代的影响。因为到了越来越到近代，楷书的应用只是变成了初学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他练习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书法越来越变成人们洒脱的去表达自己感觉的一种非常不经意的手段，而不会再回到那种必须要成这个你的奏书，一些政府中的文字，那种手工的抄写所产生的管个体，还有一些需要写到碑文上去，需要写到经文上去等等，这种非常认真的工整的书写过程，这种应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人们大量的注意力就变成了怎么在掌握了书写的技巧以后的性情的书法上。而楷书作为性情书法来讲，太过于隐晦了，太过于平整。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又有改变，就是为什么改变？就是很多人看不懂行书草书，反而楷书又回归了。那么这个回归说不定又给我们这个时代再产生几个楷书的书法大家，也未尝不可，因为时代需要了。当我们的审美，我们对美的理解进入到一个层面以后，这个层面就是所谓的既定审美的这个时代。随便你说书谱，我脑袋马上进入一个形象，是书谱的形象。你甚至说到这个杜腾帖，或者你张嘴说一个什么夏热帖，马上这个帖的形象就出现了。甚至很多人已经把国内的字帖都临遍了，写遍了，写的没有意思，去接触什么？去接触日本的字帖。日本这个字帖和中国不太一样。日本的书法，如果中国的书法，我们把它建立在比如说比如说这个1、2、3、4、5整数。那么日本不是，日本它带小数点，对于我们来讲，也可能日本不那么认为，但是我是那么认为的。它是呢，它可能3.55或者是9.87，不管它多少，它总是不在一个正点上。如果我们中国的书法是正点的话，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顺带讲一句，那就是中国以法作为度，法作为度的时候，它就有度数。日本是道，道是意念，意念上头来讲没有准确的度，所以中国的法和日本的度之间就出现了中国叫书法，日本叫书道。把中国的法已经刻度到很准的时候，因为刻度准的时候不代表你能产生出来度，他要去学日本的度。如果以我们现在去完善中国法的这种观念去完成日本的度的话，那个度还会被我们卡成了法，因为我们只知道整数的系列，我们就让它四舍五入就变成了我们的法了。而日本的度
根本就不可能临摹出来，它是让你去用感觉读出来看出来。那么这种读和看靠的什么？靠的是我们在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书法的同时，我们要感受到它的美的所在，而用这种美去观察日本书法，它的书法中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偏差，然后把它的这些变化吸收过来，而不能吸收它的形状。我们既定审美最大的一个祸害，就是最大的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副作用也好，或者是它的灾难也好，就是我们过于把传统的经典的最优美的形体把它再现。一旦你能再现的时候，你绝难抛弃，而且它会变成和你灵魂附体。这种附体就杜绝了，就根除了我们产生新的美好的艺术品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把古代的经典的优美的作品，要把它理解成一种有产生的原因和最后产生的结果的一个过程，把它的美好在过程中感受，而不要在它的结果中感受。这样的话，我们对书法的美的理解，我们用我们本能的原始的和谐感和美感，再创造出来我们心目中的美好的形状，再由我们对它的理解和表达，在我们书写的过程中流露出来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这是我们要做到的。而我们要做到这一步，首先一点，我们先要知道古代的作品美在何处。这个美不只是它的结果美，也有它的过程美，还有它的原因美，就是有来到去。如果要理解一个作品达到这种程度的话，这个作品最后留给你的形象不是那么重要，它的过程非常重要。而我们学习古代的书法，它的结果令我们陶醉，但是对于我们书写来讲，我们更应该掌握它的过程。这个过程掌握的话，我们才能写出我们的结果来。如果我们脑子里想的全是它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不管怎么写，我们的所有的过程全部都是为了出它那样的结果做准备的，而不可能写出我们自己的结果来。所以我们的课，我们这个审美课之所以我那么重视它，之所以我要用1年或者1年讲不完再延续来把它完成，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在教学和实践中，我感受到教学实践固然重要，我写一本书，我教个方法，很多人就会了，但是一个审美，一个美好的东西，当它从你的心里头开始建立起来的时候，如果要建立对了，是何等的重要。如果要建立错了，
你可能一生追求的都是一种偏离的东西。当然，你觉得那个偏离东西，它就是很美好的东西。我们有一批非常勇敢的书法家，我想我要说到这儿，大家一定知道，他们在尝试很多的新鲜的东西，他们受到各种思潮和各种观念的影响，他们去尝试不同的表现手法。我也一直在观察他。那么一段时间，因为一些媒体、媒介体，包括展览，包括宣传，包括那个时代里面所有人的一些共同的理念，就造成在这个时代里面，这段时间里面，这种改革的、探索的、创新的这种样的思潮和这种样的实践占据了整个时代的主导。当然，我的老师王学仲先生就是这个时代里面的最早的弄潮的人。这些实践非常重要，让我们去发现有些路可以继续走，有些路已经很难走通。当然，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不在世了，可是他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用生命去书写出来的这种宝贵经验。但是因为这个时代大部分的人对书法的感觉，就包括我们当代，也就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老百姓对书写，对有些长得不这么好看的书法作品有这么反感，也正因为前面这段时期内造成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是有针对的传统经典的或者唯美的一种书写方式所产生的。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大家都追求变化，而且不是追求这种唯美，不是追求一种美好作为一种终结点，而是以一种性情的书法，甚至于超度的性情出发，或者是鼓努为力，把自己的性情要不断的充斥在书写的过程中。就是这种样的一个大气候下，有一部分热爱书写的人进入到书法书写的队伍里来。那么这些人一进来之后，他首先接触的并不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书法的美学体系，而直接接触的是这个时代表面能看到的东西，和这些人把古代很多经典作品里面最适合于他们性情发挥和表达的一种类型抽提出来，这些作品做了大量的宣传。那么这个时代也就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这个世纪零几年05年或者是以前这么10几年间，凡是进入到书法这个圈里来的这些初学者，很多人他们对美的观念和感受就带有非常明显的这些创造者和探险者的这种审美的感受。他们甚至会产生一些对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作品的一些抵触，所以很多人也会发表一些议论，比如说他们觉得《兰亭序》实际上还不如颜真卿的记事稿文，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我们这种超强的这种变化的
这种推翻古代、推翻传统的这种反历史潮流的这种观念占了上风。行书3个著名帖里面，《兰亭序》又过于保守，因为《兰亭序》它是开创行书的这个起始开始阶段，而机智稿文的时候是个性情勃发的阶段，而苏东坡的这种寒食帖呢，又是两者结合的一个非常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像苏东坡这种东西呢，真的很难学，因为实在是从才华来讲，从他当时的即兴发挥来讲，我们来看苏东坡所有的字里面，没有一个帖像寒食帖这么样的即兴发挥到这种淋漓尽致，所以这个帖也是很难效仿。所以人们在《兰亭序》和机智稿文的二者选择之中，甚至认为机智稿文要超过《兰亭序》，应该当行书第一。这也足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它更偏近于像机智稿这种的性情的抒发的外在的外向的东西。那更有很多的人又把王铎又推到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当然大多数人对米芾的这种崇拜在早期往往又超过了苏东坡。可是后来随着书法的这个水平的提高和自我实践的能力的增强，人慢慢又会倒过头来再欣赏苏东坡的东西。所以我们审美课为什么在这个时期推出来了？为什么那么重视？为什么那么规模化？就是我希望通过我们对这一个个的经典，当然这些经典可能还包括日本的书法，可能会包括民间的书法，也可能包括近现代一些有代表性的书法。我们以不针对某一个人，但是又针对某一个人的态度。所以不针对某一个人说，我们不在于褒贬一个人，不针对一个人，但是又针对一个人，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作品，他之所以表达出来最后的这个结果在我们面前，实际上他有一个背后的他在那里，他的处处的表现，尤其是他的审美，会直接影响到他作品表现出来的这种结果。所以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个案个例，当然这所谓代表性，我想应该绝大多数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随处可以买到，随处可以看到，手机一拨就可以见到。但是我们会从最基本的地方，最深入的感受，甚至于这个人当时写的时候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我们和同学们一起来还原当时他书写的状态，来诠释他当时的一种意念。因为在大量的读帖的过程中，我就是以这种对话的姿态来读取他的信息，来和他沟通的。只不过就是我读得懂他，他不了解我而已。一个优秀作品就是一个单向的一个语言，他告诉你就这些东西，而且你有什么意见对他来讲也不起什么作用，因为他已经存在在那儿了。但是作为学习者，作为要对书法理解，甚至于我们需要理解书法，我们必须
要对一个作品所产生的作者要有一个通透的理解，来分析出来整个的过程，来确定我们心目中认为的美好的所在。它既不是那一笔那一画，也不是单单那一个字，也不是一篇，它是介于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组成的这个视觉的结果中所显现潜在的一个作者的对美的一个追求。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单单的把它的结果拿来的话，我们怎么能表达出我们对美的追求来？所以我们这课让大家先要对古人的美要有所理解。我相信等到把这些所有的美都理解到的时候，我们心目中的美将在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功力、我们的才华、我们的学养支持下表现出来。到那个时候，我相信通过这个课，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想练习书法的，还可能你是跟书法有关联的，再者有一些人想收藏书法的，你如果要对这些美要理解到这样深的层次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发现到你拿来一个结果，它是一个赝品，它还是个真迹。所有的这些表现，它会跃然到你的心里，让你感受到。你想你和他沟通的时候，当你见到一个骗子的时候，你见到一个真人的时候，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你自然会产生你最后自己的定论。所以这个课不只是针对书法爱好者，甚至专业的书法家，也针对所有对书法的想了解书法的人。当然如果想更深入了解书法的话，还要加上一些实践。希望大家能在这个课里能得到大家想得到的东西。我也希望给大家更多的知识，尤其是我把我的几十年的书写实践理论，把这些所有的知识能够通过这些课交流给大家，让大家用最小的时间来感受最多的书法的美的知识。